躲不了的原因。赵露思的声音，油腻的陈哲远，马伯骞的身高。赵露思是目前在国内娱乐圈小有名气的95年选美皇后。近年来，她参演了多部热播电视剧，从传闻中的陈芊芊到星辰璀璨，吸引了大批观众。本以为人气暴涨后，赵露思会用胜利去追求、坚持，但她在《胡同》和《后浪》中的演技却不尽如人意，尤其是飞扬的表情，让人忍不住的演技。直视她。2部作品在街头口碑流传后，不久前由赵洛图主演的青春剧《无法隐藏的秘密》正在热播。她本以为扮演女高中生会是她的舒适区，但影片的口碑两极分化，喜欢的人都认为这是掌上明珠的常态，但很多观众却认为这部电影没有大脑。作者进入6级挑战后只能说，对不起，我弃剧了。音频片段，赵露思。事实上，赵露思精致的五官和圆润的脸型非常适合活跃的高中女生，但剧中她化了淡妆，还加了美颜滤镜，舌不重叠了吗？结果17岁的桑植看上去根本不像个女孩子，反而有一种浮华的气场。你说她27岁我就信了。演技方面，她还是眨眨眼睛，没有任何进步。而她已经成功掌握了凝视表情，现在的年轻女演员就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了。不同吗？剧情本身比较幼稚，剧中的赵露思总是可爱、活泼、俏皮，即使和大家接触也要安慰她。她扮演的是一个像小学生一样的2年级女学生，诱人又虚假。学校学生甚至不如之前来的孩子们那么慷慨。众所周知，2年级女学生其实很担心自己的学习，但她们性格多样，生活丰富多彩，对未来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憧憬。但赵露思把唐迟塑造的就像是一个被一群人抱住的傲娇公主，别说学业压力，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人。当然，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赵露思片段中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声音。她的台词功底一般，还这样挑战观众的听力，实在是一言难尽。你应该多了解一下谭松韵、李兰迪、万鹏是怎么扮演高中生的，他们虽然没有你那么大，但是演技其实比你更好。陈哲远油腻，在《黑暗中的秘密》中，陈哲远饰演的周思月确实让很多观众感到惊讶。节目开播后，很多人都是冲着他饰演的段嘉许而来的，但最后却几乎认不出来了。原来那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变成了一个被迫装扮时尚的大哥哥，青春的感觉消失了，脸上更是油腻腻的。尤其是拍摄特写的时候，很难不被大鼻子和下坡太快的样子所吸引。尤其是他和女主的对话，从小学到高中，他张口闭口都是哥哥，在《水浒传》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。假装说教的台词也很醒目，教训那些孩子，就像小学校长批评我一样。段嘉许给我的感觉是他故意在女孩子面前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，好油腻。马伯骞身高，这就是原著中描述的桑延，身高1.87米，有着夜店男神脸。剧中饰演桑延的马伯骞演技可圈可点，但硬件设施确实不太符合，与我想象的相差甚远。虽然他几乎包揽了剧中所有的笑点，贡献了很多名场面，但想到原著中唐嫣帅气的脸庞以及马伯骞的搞笑男孩风格，他实在是有点不甘心。尤其是他1.7米的身高，着实令人印象深刻。现在看看他的社交平台，评论区依然被占满。根据观众的评论，每个人的愿景都出奇的一致。剧本不成熟纯真，台词粗俗夸张，演员演技虚假。作为一个成年观众，看这样的校园剧，不仅没有勾起美好的回忆，反而让我感到无比的尴尬。且试天下开播2天播放破亿，除了杨洋、赵露思，这部剧赢在哪？电视剧《且试天下》开播，作为杨洋的又一力作，与隔壁《特战荣耀》同播，抢占了不少话题。题材不同，自然引发众多话题。烟破月与风兰西跨时空相遇了。杨洋的古装造型一直非常在线，也有古装美男之称。不过在《且试天下》中，杨洋的古装造型的确没有让人失望过，无论是病娇卧床还是高冷殿下，杨洋的颜值一直都是古装剧的看点。
但其演技一直备受网友吐槽，给人的感觉一直非常端正，非常不自然。而且剧中展现了丰兰息众多古装扮相，简直就是颜粉天堂。而女主赵露思在剧中饰演风华绝代、人见人爱的白风夕，但是从剧情来看，赵露思已经很努力在演了，但是终究还是与原著相差太大。本以为会很惊艳，但终究还是失望了。白风夕是一代女侠，劫富济贫，为了搭救燕瀛州，白风夕又跑到韩玄龄家求药，说是求不防，说是明抢，不仅捣乱了韩老爷的寿辰，一点女侠范儿都没有，相反演得更加像纨绔，而且还侧重了其比较能吃。虽然赵露思跟风华绝代这个词不沾边，也少了一点英气，但是整体还算过得去，跟杨洋一样贡献了不少颜值。而且两人十分缺少 CP 感，从互动来看简直就各演各的。但是这部才开播2天，播放量便突破1亿，而且猫眼热度全网第1，这部剧究竟赢在哪里？剧情与原著相差太多，剧中删减了燕瀛州跟女主的感情戏，纯情大将军超可爱，女主一撩就脸红，后面也因为男主骗女主他已经死了，女主的感情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拈坏三皇子封举由刘瑞麟饰演，功于心计，丰兰息擅自离开行宫，为了让雍王给二殿下丰兰息定罪，不惜以病重为借口，让雍王亲自前往温泉宫一探虚实。雍王的饰演者张丰毅一出现，又让人惊艳了一次。无论是一代红裳中刘芸香，还是山河月明中的徐达，都是剧中的亮点。安岳熙饰演的是美艳绝伦的公主华纯然，不仅有非凡的美貌，也有不浅的心机和谋略，崇尚后宫权力之巅的地位，但也是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。因为贪恋权势，所以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世子黄巢。明知道世子喜欢白风夕，依旧选择嫁给他，成为政治联姻的工具。李若彤能够出演这部剧，的确让人非常惊喜。百里氏作为封国的王妃，看着便非常有城府，让人不敢亲近，身处权谋之中。宣璐饰演的女将凤七梧，真是又美又飒，巾帼不让须眉。红衣骑马好英气，俯身射箭与豺狼缠斗，简直太出彩了。总的来说，这部剧虽然剧情是硬伤，让原著粉失望，但是如果当做偶像剧看看，颜值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服化道也十分给力。而且剧中的配角无论是选角还是演技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，不少网友想必都是冲着配角来的。你更加喜欢哪个演员在剧中的表现呢？